2025年的中國，沒有哪個行業還能笑得出來，連賣零食的都開始虧錢。是的，那個曾號稱中國休閒零食第一股，遍地都是門店，以香氣和幸福著稱的來一份，正在被現實一點點吞噬。三季報一出，投資者集體沉默，前三季度淨虧 1.25 億元，同比暴增近2倍，門店半年關了493家。這不只是企業的滑鐵盧，更像是一個時代的墓碑。在中國經濟下行的2025，連買包瓜子、薯片、豬肉脯都成了一種奢侈。來一份的命運，不過是數以億計中國消費者消費降級的一個縮影。財報顯示，來一份前三季度營收 28.54 億元，同比增加 13.12%， 但淨虧損高達 1.25 億元，比去年暴增 194%。收入漲了，虧損更漲。第三季度尤其刺眼，收入同比增 25.15%， 淨虧卻達7466萬元，創下歷史新高。企業拼命賣貨，結果越賣越虧，毛利率則暴跌，從去年的 40.74% 滑落到 31.58%。公司解釋說是業務結構調整，但業內人都知道，這不過是價格戰被反噬的委婉說法。當顧客不願為品質買單，只看誰更便宜時，企業只能拼命打折、降價、促銷。可當所有人都在打價格戰時，利潤被榨乾的不只是來一份，還有整個零食行業的命脈。來一份在2017年豪言萬家燈火計劃，要在全國開出1萬家門店，讓零食點亮中國每一座城市。如今，這個夢想只剩冷清。截至2025年上半年末，門店數量僅剩2979家，比去年少了493家，閉店率高達 14.2%。那些曾經燈火通明、香味四溢的街角小店，如今紛紛掛出轉讓、清倉的牌子。直營門店已跌破半數，僅剩1395家，而加盟店逆勢增長至1584家。公司在用加盟商的資金續命，用輕資產換取生存空間。從直營王國淪為加盟避險，這不是轉型，而是逃生。曾經的零食之王開始主動收縮版圖，不再擴張，而是求生。來一份不是唯一倒下的那個。數據顯示 ，A 股11家休閒零食上市公司中，今年上半年有7家業績下滑。良品鋪子營收暴跌 27.21%， 虧損9355萬元。三只松鼠利潤同比暴跌 65%。曾經在綜藝節目上撒錢贊助、簽明星代言、鋪滿商場貨架的那些品牌，如今一個個勒緊褲腰帶。行業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國休閒零食市場已進入低毛利時代，原因有3：一、消費者消費意願下降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5年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僅 2.1%， 創下近10年最低。2、成本上升，租金、人工、物流全面高企。來一份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，一線城市的租金每平方米年租金可達8000元，員工成本連年上漲。3、線上平台衝擊，電商直播、拼多多式的低價狂潮，幾乎榨乾了線下門店的利潤空間。過去消費者說下班路上買包零食放鬆一下，如今更多人打開拼多多看誰的更便宜。現實是，零食不再代表小確幸，而是算計後的理性消費。曾經的來一份門店裡，裝着的是中國人對甜蜜生活的想象。那些5塊錢一包的芒果乾，10幾塊的牛肉粒，不僅是嘴巴的享受，更是都市白領的小情緒慰藉。可是現在情緒消費都被通脹和焦慮吞沒了。根據貝恩中國消費者報告，2025年中國中產階級的非必要消費支出同比下降 19%。他們不再為好吃買單，只為便宜買單。
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口紅效應失效了，安慰自己的零食也成了奢侈。来伊份深陷的不只是生意危机，而是社會心理的轉折點，一個消費時代的終結。最讓市場震驚的是來伊份創始人的操作。就在公司發布虧損財報的幾乎同一時間，控股股東愛屋企管減持了668萬股，套現8243萬元。要知道，這家愛屋企管是施永雷、郁瑞芬夫婦100%控股的公司，也就是來伊份的靈魂人物。他們在企業虧損、門店關停、股價下跌的時刻選擇減持，理由是資金需求。但資本市場讀懂的是另外一種信號，老闆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未來了。當創始人離場，投資者失望，消費者遠去，企業還能剩下什麼？在宏觀層面，來伊份不過是中國零售業系統性衰退的一個切片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5年前3季度，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創10年新低，僅為 2.1%。其中，食品類消費同比下跌 3.4%， 休閒零食更是跌出主流榜單。而與此同時，全國零售業倒閉潮正在上演。僅2025年上半年，全國零售類企業注銷數量高達12.7萬家，同比增加 43%。從蜜雪冰城到奈雪的茶，從絕味鴨脖到來伊份，所有靠門店數量堆起來的商業模式都被一場冷風吹得搖搖欲墜。曾經的來伊份深信一句話：只要店開得夠多，利潤自然會來。可現實卻給了他最殘酷的教訓。從2017年上市到2023年，來伊份瘋狂擴張門店，每開一家店都意味着房租、人工、倉儲、物流、冷鏈等成倍增加的成本。而一旦客流下滑，消費減速，這些固定支出就成了絞索。來伊份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的方向錯了。2020年後，他終於意識到線下紅利不在，轉身做電商，卻發現淘寶、拼多多、抖音上早已是3隻松鼠百草味良品鋪子的天下。電商紅利已過，流量被平台割走。當你以為自己在擴張，其實你在被時代反噬。來伊份越想逃離線下，就越被線下的成本拖垮；越想進入線上，就越被流量的高價壓死。這是一場看似主動轉型，實則無處可逃的自救。表面上，來伊份虧在門店，實則虧在供應鏈。他原本以自產加精選供應商模式建立差異化優勢，但近年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。據農業農村部數據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國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同比上漲 7.6%， 葵花籽、花生、肉類、乾果全面漲價，而消費者卻在消費降級中只認便宜。企業兩頭受擠，上游漲價，下游不敢漲價。為了維持銷量，來伊份只能犧牲毛利，用更低的價格壓供應商，再以促銷加買1贈1吸引客流。結果供應鏈被壓垮，小企業倒閉潮隨之而來。據中國食品工業統計年鑑數據顯示，2024年以來，全國中小食品加工企業注銷數量超過5萬家。一個零食品牌的虧損，背後是整條食品供應鏈的坍塌。中國零食行業曾有過一個神話：只要中產願意多花10塊錢，你就能造一個帝國。但現在連中產都開始算賬。根據 QuestMobile 數據，2025年中國城鎮白領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 3.7%， 而生活支出中娛樂餐飲比重首次跌破 15%。 我不再逛零食店，我在拼多多囤薯片。以前買禮盒送人，現在自己都捨不得買。這些評論充斥在社交平台上。過去，零食是人們自我犒勞的象徵，現在它成了算計自己還能活多久的錢包。來伊份的倒下，不只是商業模式的失敗，
而是中國中產階層幻覺的破滅。那種消費能帶來幸福的信念正在一點點消失。來一份曾是資本市場的寵兒。2016年上市首日，股價飆升44%，投資者蜂擁而至。那是中國資本市場對內需消費崛起的最後浪漫。但2025年的資本市場已變得冰冷。據 Wind 數據，2025年前3季度，中國消費板塊整體市值蒸發近2.3萬億元。一級市場更慘，消費類項目融資額同比暴跌69%，創下10年新低。當資本撤退，企業就失去了最後的呼吸機會。沒有錢做廣告，沒有錢裝修，沒有錢擴店，品牌影響力便開始塌陷。來一份的股價從巔峰的50元跌到如今不足8元，7年時間市值蒸發近90%。這不是股價下跌，而是一場信任的坍塌。來一份不是孤立，它不過是被時代碾過的無數企業之一。當房地產熄火，製造業外遷，資本退潮，消費萎縮，每一個普通中國人都在為系統性衰退買單。你看到的是一個品牌倒下，但真相是一個時代的消費模式正在被掘墓。那些靠着開店、營銷、故事活下來的企業，都活在泡影裡。來一份關掉的每一家門店，背後都是一個城市的生活方式在消失。它代表着一個時代的終結，一個靠消費熱潮支撐的中國夢終於塌了。